本节目由3亿年轻人都在玩的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，下载 Soul 遇见懂你的有趣灵魂，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，尊享心动日记、心动课堂局等精彩衍生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恋爱变成了我们与亲人之间的隐秘心事。藏社交圈，藏约会照，藏那个让你心动的人。而门的那边，另一个人也在藏，藏起担心，藏起想问的冲动，藏起那句“你谈恋爱了吗？”你们是彼此最熟悉的人，唯独在爱这件事上变得陌生。所以这一次，我们决定把门打开，让两代人来到同一个爱的心动场。我是徐思成，在爱情上的旷野旅行，希望妈妈可以和我一起遇见同行的伙伴。我是徐思成的妈妈，我儿子爱一个人容易太理性，我得在旁边偷偷喊，喜欢就冲。我是张馨妍，我想找到趣味相投的完整灵魂。我是张馨妍的妈妈，也是她的好闺蜜。这么重要的时刻，怎么能够缺少我的参与呢？我是郑思弄，因为没听妈妈的话，在感情上吃过亏。这次我就是想好好的听她的话。我是郑思妹妈妈，我是来给女儿把关加油的。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女儿能嫁给她理想的爱情。我是贺子宇，在爱情的旅途上，我想带着妈妈一起见证我的幸福。我是贺子宇的妈妈，儿子有的时候有点恋爱脑，我要时刻提醒他保持理性。我是魏中原，期待这段与妈妈共赴的旅程，能遇见同频的那个人。我是魏中原妈妈，我从来没有看过儿子谈恋爱的样子，我可真是太好奇了。我是孟佳叶，每任男友都被我妈挑刺，这次我要当着我妈的面去谈恋爱。不是我挑剔，是她以前眼光太差，这次我来陪她一起找。妈妈来了，这会不会是一次恋爱的冒险？这个是什么状况？这是男孩子他妈，3位是男孩子的妈妈，3位都是女嘉宾的妈妈。她会成为你的助攻，还是你的羁绊？来吧，给老娘汇报一下。你现在觉得谁跟我比较搭一点？那很多机会都是自己争出来的，爱情就要去追求。她是否能读懂你的心情，和你看向同一个方向？你考虑一下我的恋爱行吗？我找不着对象跟你有绝大的关系，主要是我不太看好。我要是女孩妈，我也不会选你啊。你总得让我选一个吧？选谁啊？告诉我。就是让孩子们自由吧，你这样一弄，孩子们反倒尴尬了。不要这么快就磕 CP 了。这一次，恋爱的现场也是爱的课堂。孩子在这里练习如何为爱真诚奔赴。我今天很喜欢你哦，还是跟你待在一起最开心。我很幸福。而妈妈在这里学习如何爱一个已经长大的你。妈觉得更懂得你了。今天累了，来，妈妈抱一抱。独属于心动双重奏的恋爱故事即将开始。来，2、3，走。魔女采访答版。我们接下来呢会进行一个亲子婚恋观的默契问答，两位呢只要回答是或不是。OK。好。我觉得喜欢，就是因为我第一眼看他我就心动。合适你要考虑很多因素，就不一定是那么的喜欢。恋爱里，我觉得喜欢就是比合适更重要。
对，合适从长远来讲肯定是更重要的，但是喜欢年轻的时候、冲动的时候，我觉得喜欢是更重要的。对，妈妈老了，所以妈选的是合适。因为喜欢了，你才会认真的去恋爱。我觉得喜欢一个人，但是不合适会浪费我的时间，因为到头来还是会分手。我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，现在对我而言，合适比喜欢更重要，合适比心动更重要。妈妈不赞成，我希望我的女儿是嫁的是爱情。我认为爱情不能靠磨合改变一个人，因为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因为他的性格就是在这里，这个是骨子里的东西，没有办法改变的。我打勾，我认为我是高手，他打叉，他认为他不是高手。因为爸爸一生只爱我一个人。我觉得如果是恋爱高手的话，应该就成功了吧？成功。没谈恋爱不代表是谈不了恋爱，可能是因为我很慎重吧，不是可能是因为我很慎重。我觉得物质是它不一定要安稳，就是它有个地基，然后你们再谈。你没有底层建筑，怎么有上层这个理想嘛，对吧？你任何的行为、任何动作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，那你肯定是要有一定物质基础的。我觉得没有物质的恋爱就是一盘散沙，因为结婚过日子、柴米油盐，所有的事情都是跟经济挂钩的。没有钱就去赚钱，我觉得如果是只要你们相爱的，你们肯定会往同一条道路走，肯定以后能创造财富。我相信，如果一个人他拥有比较高的认知、执行力、对世界的好奇心，以及内心拥有幸福的能力的话，他的上限是很高的。而现阶段的东西可能并没有那么的重要。是潜力股，我们也喜欢。可能我20岁的时候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，但是我现在来说，让我去陪一个人吃苦，我觉得几乎不可能。我是愿意的，因为我觉得同甘不珍贵，共苦才珍贵。我不会反对，但是我会袖手旁观。会吧？不太会。我觉得会，你会听我的意见的哦。就是当我给你做一些分析的时候，我觉得你还是会比较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。就我觉得这个等于是加入了一个新的观点或者新的视角，但是，从绝对性上来说，我觉得这个视角不会影响我的自己的这个判断。对，我觉得所有的选择都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，父母可以参考，但是决定不了。我觉得我肯定会听一下，但最后我还是会我自己去做决定。可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他说的挺对，用实力征服他。因为他是一个叛逆者。因为我叛逆过了，我是错的。两代人的差异不是鸿沟，是故事最初的起点。而正式开始前，还需要完成一次签约。是的，没听错，是属于母子俩的签约。恋爱盟友条约。你干嘛？就是你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。哦，我妈说了啊，我的决定就是她的决定。然后第2条，我怕你会太过于兴奋，就会去乱撮合。我希望你可以保持淡定，妈妈保持淡定，别掉脸子。
可以吗？别掉脸了，别问的太刁钻。希望我看好的你能看好。那我就是你等会儿你自己写，我想想啊。没有得到对方的允许，不能擅自行动。儿子的要求是在旅程中希望妈妈开心，这是要求吗？第二，不要过度关心。第三，不要过度干涉儿子的恋爱节奏。就是我说的希望妈妈开心，就是你也能有自己的开心的节奏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享受这个过程，就是还是开心最重要，开心为主。遇到争执，我们先考虑彼此感受，然后换个时间再沟通。可以。第一，不要冲在我前面；第二，不要不经过沟通做一件事情。我要找对方妈妈打听情况，你愿意吗？这个可以有，这个可以有。我要找女孩去私聊，你同意吗？最好不要吧，我来搞定就行。你不一定能搞定。假如我有一个非常喜欢的男生，让我失去自我的话，你一定要提醒我保持主体性。可以。要时刻提醒我不要失去自我。妈妈的一条，希望你不要做舔狗。好嘞。妈妈希望儿子不做舔狗，是吧？好，其他都可以。哎，他真的有时候会做。到最后，没问题。我再给你提个要求啊，就是对妈妈完全敞开，行吗？可以吗？努力敞开。对妈妈就是尽可能敞开。尽可能是有点就是有勉为其难的意思，能不能？本来就有点勉为，就努力嘛，对吧？不能发脾气，有事好好说，不能恋爱了。就是我们就是对男生的观察，我们要随时的分享。就是有什么事儿劝你时，不去激恼。跟男生相处的时候，别就会傻乎乎笑，要了解对方的家庭成员、工作情况。第三个，不能只看颜值。第四个，你穿的淑女点。我说这几点可不可以吧？我觉得第6点说的我像个傻子，你润色一下。那个不要傻傻的笑了，那你就别笑。哦，好好看哦。耶！这趟旅行我们就要开始了，然后我祝福你有爱就表达，敢于做自己。那我努力燃一把。耶！闪闪发光，勇敢去爱。耶！盟友的约定签下了，妈妈们也接到了来这里的第一个任务，选出一位最符合孩子心意的初见约会对象。怎么就我一个人呀？哎，先坐一下吧。哎，Hello， 都有等来啊！快坐。哇，好漂亮呀！好日气质。谢谢，坐。我就说怎么只有我一个人？我是郑思梦妈妈。我是张欣妍妈妈。张欣妍妈妈，你们老家哪里的？长沙的。啊，长沙人呀？我是邵东的。哎呦，我们老乡。来了，欢迎！我在这里好期待你的到来呀！快坐吧。你好。
Hello， 看，我应该坐在哪边？你是哪的人呢？我是湖南的，湖南邵东的。啊，你都湖南？他也是湖南人，长沙的。你们都南方人，我东北的。东北的，东北人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瘦是吃不胖的那种。是吗？我年轻的时候也吃不胖，我年轻时候也可瘦了。我都没看到你的肉长在哪。屁股、腰、腿。屁股腰。我女儿都是天天说，老妈，你看你的肚子，看你的大肚腩。我觉得女孩子应该非常紧张，因为我们也很紧张，我们也很紧张。他进来的时候，咱仨就像考官坐这块儿，他得什么感受？能害怕不？妈妈们已经准备就绪，而2位特殊的心动观察员也即将登场。大家好，我是武艺，很开心有幸能以一日飞行管家的身份来到这里。我真的很好奇，带着妈妈上恋综是什么样子。大家好，我是景迪，就让我们代替嘉宾们提前感受下妈妈们的火力吧。来吧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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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姨好 ，Hello， 哎 ，Hello， Hello， 我先坐上。我今天作为第一个，然后见到3位妈妈的一个女嘉宾，我真的好紧张。阿姨们都好漂亮，好漂亮的进来，好漂亮。其实今天在我面试的时候，不光我紧张，阿姨们好像比我更紧张。一开始我会觉得说妈妈们可能会有点，就是毕竟是第一次上综艺嘛，可能会有点拘谨，但是来了。哇 ，Hello， 嗨，啊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个应该是叫阿姨们还是姐姐们？阿姨，阿姨们好，这个我是今天第一个进来的男嘉宾，我叫武艺。哦，武艺你好。你好，阿姨们好。你好，那我先问你个问题呗，武艺。好，行。阿姨想问你，你多大了？我是90年的，然后今年，但是我的生日严格上来说还没有满，所以我觉得应该算是35岁。 35岁了，看起来不像啊。没有，看起来也像，主要化了妆。阿姨是东北的，对吧？啊，对，东北的。好的，上来这么快，第一个问题就来了。行，效率高。好的，咱们就是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问我。对，我们就像唠家常一样，你也不紧张。好的，确实有点紧张。你也放松一下，好的，行。不用紧张什么？你都30多岁了。首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们保养那么好，这怎么保养的？其实我说实话，我真没怎么保养，而且我还熬夜。也就是底子好。阿姨想问你个问题啊。
有没有想过你未来的家是怎么样的？说实话，我也没有完全想过。你现在都35了，你还不应该想吗？有谈过几次恋爱啊？谈肯定谈过差不多4、5次吧。上一段恋爱是什么原因分手的？可以说吗？就是距离啊，然后工作性质的不同啊，等等等等原因，当时也纠结了很久。家里就你一个孩子吗？我还有个弟弟。弟弟成家了吗？没有，我弟比我小8岁呢。在家里你都干些啥呀？平常喜欢打什么游戏啊？你是不是那种很粘人的？你对2个人相处的话，你有什么计划？你是打算我们只恋爱，然后结婚先不考虑呢，还是说？不是说就光谈恋爱不结婚吧？给孩子问啥？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阿姨，我叫景迪，然后来自辽宁沈阳。我是一个东北女孩，我特别有劲儿，然后也是很高精力的一个女孩。我会唱点歌，然后也会一些乐器，也有自己的小事业。我可以为了我的工作，8天可以跑13个城市。然后我还会带小孩儿。我可以为了家里人，然后早上5点起来，然后做饭。我会包包子，然后包饺子，然后包韭菜盒子，然后还会蒸小米糕、蒸铜锣烧、牛肉饼，还有鸡蛋饼都可以。然后包括整理一些家务，我觉得我还是挺在行的。姑娘，你好能干的哈，感觉你什么都会。什么都会。对呀，你这么优秀，为什么现在还单身呢？因为我平时的工作很少接触到男孩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害怕的是我的恋爱会改变我的命运。我如果给我自己现在的生活来打分的话，我觉得可以打100分，我很开心。然后我就怕如果遇不到一个跟我同频共振的人的话，掉到了70分或者是75分，所以说有点害怕。我2019年到现在为止，就是1次的恋爱都没有谈过。但是不是说我不想谈恋爱，也想谈。那如果遇到了一个跟我同频共振的人的话，有可能就是把100分。达到了120分，那我一定会猛劲儿的追他，猛劲儿的啊！如果他喜欢我的那个情况下，那我想问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啊？就你的理想型？踏实一点的，偏稳重一点的，然后肯定是要有上进心的，一定要孝敬父母的，这一方面就够用了，我觉得。那如果要是产生矛盾的话，产生矛盾以后谁也不理谁，那你会怎么做？我一定会先说话的。我会先说话，因为我的性格就是属于来得快，走得也快，不记仇的那一种。但是你也会先生气吗？我会生气的，也会先生气，也会生气，然后也会先调解。对，我会生气完之后我也会调节的。不记仇，不记仇，没有仇。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。那你觉得你爸爸妈妈的那个生活模式是怎么样的？我爸爸妈妈生活模式，他俩特别有意思，就是吃饭有时候喝点的时候，他们2个人会聚在一起。跟我妈说，老婆出去喝点，出去吃点，他俩就在一起。我是来自一个大家庭，我有兄弟姐妹，亲生的，有一个姐姐，还有一个龙凤胎弟弟。哇，这基因好。那说到你的爸爸妈妈，那你觉得你爸爸妈妈他们是一直在相爱中，还是现在的阶段属于将就过日子，属于亲情的那种？属于第3种，就是连过日子都基本上很难过下去了。他们现在是分开状态。对。我觉得现在就是他们已经过了那个最激烈的时刻了，就是他们现在已经都放下了，就是已经是朋友了。对。那他们的情绪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吗？肯定是希望他们合在一起的，但是以前也有努力过，但是后来发现就是觉得也不能强人所难，因为他们可能有他们各自的为难的地方。那你就是说你心里是很渴望他们在一起的，那你平常会带他们去一起旅行吗？给他们制造机会吗？我带他们旅行基本上是每年都会有1次，但是我是让全家人去旅行，不是为了给他们制造机会，因为我知道已经没有机会了。我觉得这是制造美好的时刻吧，就是我觉得
家人是我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东西，对，所以我就是也算是给自己就是制造美好回忆吧，因为我还有一个外婆，她今年已经84了，然后我就是也是希望她能够，在她能走路的时候能够多带她去走一走，看一看。哦，你把你外婆也被带过去？对对对对对。那是三代人一起走啊，你要对，那你要照顾的人很多。对对对，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也挺享受这种时刻。挺好的，挺好的，确实是那个挺孝顺的一个孩子。那所以阿姨们的这个问题就问完了吗？是的，慢慢去了解。好，是这样啊，就是阿姨，其实我也有一些问题想问你们。可以啊。就是现在很多年轻的男女，他们可能暂时不想找另一半，所以假如你们的女儿目前一直就想维持这个单身的状态，或者是一直不想找另一半，在你们的眼中会成为一个异类吗？不会，不会。我女儿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她。哇，这么好吗，阿姨？哇，太好了。曾经呢，我女儿她也问过我，她说妈妈，假如我一辈子都不结婚，您能接受吗？我说我会很难过，但是我依然会接受，因为你是我的女儿，就是她喜欢什么样的状态，觉得她那样子生活很幸福，那我肯定是无条件的支持她。但是她既然来到了这里，是因为她觉得现在已经可以恋爱结婚了，所以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，在我这里不成立。她很向往婚姻。那就好。那你说到异类的话，我心里肯定是不排斥，但也不会接受。我还是想抱孙子的，还是有一点点要求。但是只要我女儿如果是能长期跟你在一个稳定的情绪中，就是每天能过得开心，那也无所谓。分情况，你们能结婚，那你能领个证是好，最好，对大家都好，水到渠成的一个事情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对，所以我觉得三位妈妈的状态就是，如果女儿想交男朋友也 OK， 但是不想一直黏在我身边也是可以的。是啊，对呀，对的，是的，这个是统一的。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，如果你们的女儿，带回来的男朋友，他的条件其实都不是特别好，就是所有的条件就是可能都比较一般，我想问一下阿姨们的此刻的接受程度是怎么样？一个个来吧。那我先说吧。就是如果我女儿带一个男朋友回来，当然是第一印象，就比如说像你这样的印象，我觉得很阳光很年轻。但是你要没说年纪，我不觉得你好像30多啊。然后呢，肯定是平时的时候，我女儿会跟我说一些他们相处的日常，因为我女儿就是都不瞒着我的。我当然我要从她平时的言语中，我能觉得出来我女儿幸不幸福，她开不开心。当然吵架的时候肯定会有。他，如果我觉得他平时开心的时候比吵架的时候，要多，我就会主动觉得这个孩子起码能让我女儿笑，能让她开心。条件的话是排在第2位，我是这种感觉啊。这个很好。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中，我女儿的开心是最重要的，因为是这个婚恋是她的选择，谁跟她一起过日子，是她往后的人生他自己做的选择，我在这里我只能作为一个参考。我女儿是非常智慧的一个女性，她综合评价了这个人是值得跟她一起走向未来人生的人，那么我也是充分相信她的，我肯定会很开心、很热情的、很周到的去接待。我不会再做其他的评价了。好的。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，其实我好想问你。我可以补充可以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吧。没问题。那你希望你的女朋友是什么样子的？非得是说你希望你的丈母娘是什么样的？哇，我其实都没有想过我的女朋友什么样，更没想到我丈母娘什么样。那你就把我当做现在我就是你的丈母娘能符合你的要求吗？我首先就是，如果我女朋友
符合我的要求的话，那我觉得丈母娘基本上不重要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也重要，但是就是可能爱屋及乌。对，我觉得跟丈母娘的相处肯定也很重要，但是就是反正今天我虽然见到3位阿姨有点紧张，但是我说实话，我觉得3位阿姨都还是挺好的，就是挺开明的。对，我是把我女儿捧在手心里，你能像我一样带她就够了，你能做到吗？带她去哪？对待。哦，对待她哦。对，行，可以的。你能对待，就是能像我一样去爱她，那就够了。哦。那我就是很开心的。如果是你做不到这一点，那咱们就拜拜了。每一个妈妈都是的。重要的是你能对我的女儿像我一样对她好。是。就是只要女儿开心就好，对吧？啊。那肯定啊。女儿毕竟自己生的。阿姨们现在还相信爱情？我相信，肯定要相信，肯定是有爱情的，肯定相信，不然来干嘛呢？对的。那也是哦。是的。不然你干嘛呢？那要结婚，在路上抓一个给我女儿生的。是。我发现妈妈们，她们真的就是来为她们女儿寻找另一半的。她们问的问题，这真的是发自内心想去问、想去对我有所了解的一些问题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真诚的一种态度。我发现阿姨们说话其实都是站在孩子们的角度来去问我这些问题。我觉得阿姨们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，她们应该也有在思考，哎，我儿子会不会喜欢这个样子呀？哎，包括之后真的在一起的话，性格会不会合适啊？包括有没有更契合一点啊？包括同频共振啦。我是站在一个外人的角度看到妈妈，真的是理解包括尊重，我觉得这也是妈妈们陪孩子们来这个节目的意义。跟阿姨们聊的真的特别的开心，但是我有一点，我其实不是今天正式的女嘉宾啊，我是来给他们打前阵的。先跟阿姨们道个歉，其实呢，我今天呢不是这个男嘉宾。不是男嘉宾？哎，我说你怎么年龄这么大呢？对，不是，你等一下，你不是男嘉宾，你来糊弄我的。对，我也不是糊弄，其实我也是一个嘉宾之一，但我不是男嘉宾。但是我是男的啊，但我不是男嘉宾。其实我今天就是来帮男嘉宾试试水，看看阿姨们这个火力到底怎么样。我们还没发挥出来呢。对，我相信阿姨们肯定还有很多想问的，可能没问出来。但我觉得我先替后面的男嘉宾们先松口气吧。我觉得其实阿姨们还是很好相处的。对，那我今天可能会做一个全程的一个观察员吧，在旁边全程陪伴着大家。然后呢，我相信后面的男嘉宾肯定会一个个比我更出色，肯定会比我更高，肯定会比我更年轻。对，已经很优秀，你谢谢阿姨。那就希望阿姨们在之后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，不是找到为女儿们心仪的这个心仪的女婿，开启你们的火力。好的，拜拜阿姨，谢谢，拜拜，闹了大半天，男孩子那么优秀，我还想着把我女儿介绍给他，原来不是男嘉宾。等于是给我们训练一把。是这样的啊，挺好呀。你就不紧张了啊，大家都放松一些。对。这个是什么状况？你以为是什么状况？你们是评？姐姐，阿姨们好。你好，我是1号女嘉宾，我是2号女嘉宾，我是3号女嘉宾。男生的妈妈。3位是男孩子的妈妈。咱们3位都是女嘉宾的妈妈吗？
你脾气大不大？你会做饭吗？平时喜欢看短剧吗？介意另一半比你的收入低吗？接受直男吗？你的女朋友和你妈妈同时遇险，你会救谁呢？你跟婆婆有矛盾，你怎么办？心动双重奏，7月30日起，每周四52点正片双更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“心动双重奏”官微，解锁更多独家互动和幕后花絮。上微博带话题“心动双重奏”发博讨论，有机会获得节目嘉宾专属回应。心动双重奏追踪日历，每周22点免费上线盟友花絮，每周32点会员尊享心动日记，每周42点会员抢先看正片上集，每周52点会员抢先看正片下集，每周62点会员尊享心动课堂局。